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。今天很兴奋的给大家介绍一款特别产品，我们自研的，同时也是全球首款 2K 480赫兹 DP 2.1 80G 的电竞旗舰光魂27 X1QE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。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，光魂27 X1QE 采用了黑色的彩皮设计，打开的方式是披萨式，内部的防震结构采用了成本更贵的黑色泡棉。拿开泡棉，我们来看配件，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、一条电源线、一条银色子弹 HDMI 线、一条 USB 上行线、一个支架、一个底座、一份简易说明书和显示器本体。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，支架和底座为免工具快拆设计，底座拧紧螺丝，支架再卡紧面板本体，就说安装成功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整体外观，机器正面为4边微边框的全面屏设计，支架我们采用了棱柱形设计，底座则为平面方形，最大限度节约用户的桌面空间。背面底层背板我们使用了阳极氧化铝的工艺，有助于增强产品质感和高效散热。中间设有一个长方形的背包，采用了3层堆叠式设计，底层垫高，中间层为环形 RGB 灯带，集成了46颗灯珠，使背面4周皆有灯效。同时不仅有灯效，最上层的4周全部设有散热孔位，使产品的散热最大化。除去4周，背包正上方设有 SDC 的 logo 采用了钻石切面设计，支持 RGB 灯效显示。背包正中间为支架接口位，支持 VESA 标准壁挂。最后在背面机身左下角位置，我们设计了一个迷你背包，与大背包相呼应，上面设有3个按键，分别为独立开关键、5项摇杆按键、切换键。支架功能性方面，闪电支持升降、俯仰、水平旋转和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，功能性是拉满的。接口方面，闪电配备了2个满速 80G DP 2.1 接口，2个满速 48G HDMI 2.1 接口，一个全功能100瓦 Type-C 接口，一个 USB 升级接口，一个 3.5毫米的音频接口和一个电源接口。在旁边还有一个 USB 上行接口和4个 USB 下行接口，其中2个下行为 Type-C 形态，方便大家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。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下 USB 升级接口，将光魂专用 U 盘插入，无需任何输入源和数据线，即可完美完成升级。输完产品 ID， 接着我们来进入画面实测，点亮机器会出现 SDC 的 logo， 接着进入了显示的画面。整体观感非常通透，没有油腻感。通过仪器测试，它达到 135% 的 sRGB 容积 ，PPI 为109。字体显示方面，新一代 Mate OLED 相比于上一代 WOLED 提升是明显的，像素点由上一代的 RWBG 排列优化为了 RGWB 排列。在实际的观感测试中几乎没有毛刺感，但黄色字体还是有小许绿边。同时480赫兹 Mate OLED 加入了 MLA， 亮度由上一代的150尼特猛增到了275尼特。我们在后面亮度给大家实测。OS 菜单方面，我们设计了独立的光魂 X1 UI，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5项摇杆按键，出厂默认为黑色，用户可以在菜单中的系统设置修改它的大小、颜色、显示范围、透明度和显示时间。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菜单的布局和部分功能设置。左上角是 SDC 的 logo， 顶部我们特别加入了机器的实时显示状态。左侧是1级菜单功能，主要包含了我们预置的显示模式、图像、游戏、信号、接口、系统设定和 OLED 保护。显示模式我们为不同使用场景加入了特调的色彩数据。电竞设定我们提供了 VR 加 BFI 刷新率显示、暗部增强、准星样式、颜色、饱和度调节和特调的25英寸点对点缩放模式。稍微介绍一下缩放功能，使用我们预设的按键可以一键切换25英寸显示模式，这是在我们开发动态留言中呼声最高的一个功能，我们特别为大家制作。由于视频篇幅原因，菜单中的更多功能留给玩家自行探索。我们回到实测数据，先来看色温方面。出厂默认我们标定为 6996K， 菜单中还提供了5000到 9300K 以及自定义的色温选项。色域空间方面，默认为 P3， 菜单中我们提供了 sRGB 的色域缩限。通过仪器测试 ，sRGB 色域覆盖达到了 99.4%。平均色差为 1.03， 最大色差 2.38。P3 模式覆盖率为 97.5%， 平均色准 1.16， 最大色差 1.96。整体这块面板的色域覆盖、色准表现都非常出色。SDR 亮度方面，我们在 OLED 维护选项中提供了 ABL 机制的开关。开启 ABL 机制后，1%的 APL 窗口可以达到437尼特，即便到了 25% 的窗口，仍然有超过420尼特。从 26% 的 APL 亮度开始下降，这是全屏白点窗口261尼特。我们再切换到关闭 ABL 模式，闪电各窗口亮度都在250尼特左右。这样的策略可以最大程度使观感亮度不出现波动。亮度和色度均度方面，从成像仪分析，以国标25宫格进行测试，最大差值为 7.42%。切换到色温模式，通过伪色图我们可以看到，紫色区域在 6500K 左右，蓝色区域则在 6600K， 四周边缘绿色在 6700K 以上。可视角度方面，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，红色的最佳垂直角度接近60度，最佳的水平角度为40度左右。肉眼观测没有视角衰减，表现极其出色。频闪测试方面，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，无论是 SDR 还是 HDR，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。频闪频率为480赫兹，在250尼特白点窗口下，波动深度为 16.25%。同时，我们测试了各白点亮度下的 SVM 值，手动最低亮度为10尼特，此时的 SVM 值最高为 0.25。白点光谱方面，通过仪器测试，蓝光波峰在455纳米，高能短波蓝光占比 12.45%，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。接着，我们来看各接口的带宽、色深和兼容性的表现。光魂27 X1QE 拥有目前最豪华的接口配置规格，2个满速 80G 的 DP 2.1，在 P3 可以无压缩支持 2K
480赫兹原生10比特，性能完全释放，同时没有 DSC 的介入，在全屏游戏过程中切换桌面或者其他应用程序可以做到秒切不黑屏。HDMI 2.1我们也配备了2个48G 的满速接口，使用 DSC，PC 可以支持到 2K 480赫兹12比特。虽然27XE QE 是一款2K 显示器，但我们做了4K 映射，因此 PS5、Xbox Series X 都可以支持到4K 120赫兹 VR 和 HDR。配备的全功能 Type-C 接口可以直连麦克端，最高支持 2K 48到240赫兹可变刷新率，支持 HiDPI 技术，同时可以为 Mac 提供100瓦的 PD 供电。输入延迟方面，默认标准模式 1080p 120赫兹的信号下，输入延迟为4毫秒；4K 60赫兹的信号，输入延迟为14毫秒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闪电的 HDR 表现，先从亮度开始看起。我们提供了4种 HDR 模式，分别为 HDR 1300、XHDR、HDR 游戏和影院模式，其中HDR 1300和 XHDR 这2个模式在1%的 APL 窗口都超过了1100尼特的超高峰值。影院模式862尼特，游戏模式亮度最低为744尼特。来看 APL 亮度曲线，以 HDR 1300为例，1%的窗口1140尼特，3%窗口为918尼特。随着白点窗口增大，亮度会逐渐下降，直至全屏白点窗口亮度为247尼特。UTF 曲线方面 ，HDR 1300、XHDR 和影院模式调校接近，都是0到40的灰阶低于标准 PQ，40至60灰阶开始不同程度的提亮，60之后做滚降，贴合标准 PQ。游戏模式调校最为保守，全程低于标准 PQ 做压缩。HDR 实景方面，我们使用松下的 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，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，所有的模式太阳轮廓都非常清晰，没有出现过曝现象。HDR 1300最高亮度为468尼特，其次是 XHDR 424尼特，影院模式358尼特，游戏模式最低为311尼特。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，HDR 1300达到了惊人1119尼特的超高实景亮度。XHDR 模式略低一些，1057尼特，影院模式为787尼特，游戏模式为738尼特。在影片的高光表现上，27XE QE 相当优秀，绝大部分的高光不会出现过曝现象。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，整体暗部细节表现不错，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。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中，也没有出现色彩断层现象。HDR 游戏方面，选择 HDR 1300模式，可以看到画面中的高光呈现非常完美，不会过曝的同时，又有着炸裂的观感亮度。暗部细节表现属于是中等偏上，部分画面还是有细节丢失。略微遗憾的是，在瞬时的大面积高亮场景切换下，依然存在亮度变化波动大的现象。游戏竞技体验方面，闪电原生480赫兹刷新率，在实际测试中没有出现跳帧现象。灰阶响应方面，通过仪器实测，平均灰阶 0.3毫秒，平均过充 4.33%， 最大过充 22.45%。在运动响应时间的测试中，最高480赫兹的刷新率下 ，BT 为 1.68毫秒。使用 UFO 测试，后方没有脱尾，本体的运动轻度几乎和竞争相同，非常炸裂。体验的最后，我们为闪电内置了双5瓦的扬声器，请大家一起来听个响。接着我们拆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闪电的内部结构以及它的数据天地榜的表现。拆开背面小背包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块金属屏蔽罩和一个 USB 小板。小背包上放着2个5瓦的扬声器。接着我们拆开金属屏蔽罩，就可以看到驱动板了。主控 IC 是锐意的 RTD2739，这是锐意的顶级旗舰芯片，同时它也是目前为止唯一支持满速80G DP2.1的显示芯片，性能相当爆炸。右侧有颗乐德瑞 LDR6020，用于实现 Type-C 100瓦超高供电规格。下方还有一颗普锐的 PS8822 芯片，用于实现 Type-C 的视频和数据传输。视频协议为 DP1.4 SBR3， 数据传输则为 USB 3.1 正2 10GB。在旁边还有一颗汤明 ES USB 2.0 芯片，可用于光魂后期固件升级。再来看 USB 小板，装有一颗微胜的 VL817-Q7， 支持多路 USB 3.1 Hub 数据传输功能。继续向下，我们可以看到 TCOM， 主控为 LG Display 的 L08107， 左右两侧分别是华邦的内存颗粒，右上角为三星 eMMC 闪存。拆解最后，我们来看面板，型号为 LW270PHC-HSG2， 这是全球首款26.5英寸 2K 480赫兹电竞旗舰面板，98.5%的 DCI-P3， 原生10比特色身， 0.03毫秒响应，1300尼特超高峰值亮度，绝对的性能怪兽。接着我们来看闪电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，我们先从色域开始看起。通过精准的3色坐标计算，它达到 135.7% 的 sRGB 容积，色域天地榜排名第67名。SDR 亮度方面，实测最高为437尼特，亮度天地榜排名第56名。亮度均匀度方面，在熟工的白点测试下，最大差值为 5.3%， 均匀度天地榜排名第27名。HDR 单独测项，我们先来看峰值亮度，实测为1140尼特 ，HDR 峰值亮度天地榜排名第25名。最后核心重点，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，通过一切测试，平均灰阶达到了 0.308毫秒，排名灰阶
切显示速度天梯榜的第12名。运动显示时间方面，在480赫兹刷新率下 ，BT 为 1.68毫秒，排名运动轻度天梯榜第1名。按照惯例，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总结。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。一、全球首款满速80G DP 2.1 480赫兹电竞旗舰，可以做到 2K 480赫兹10比特无 DSC 压缩。同时，我们还配备了满速 HDMI 2.1 100瓦全功能 Type-C 和多个下行接口，这是目前显示最豪华的接口配置之一。二、采用新一代进口 Mate OLED 面板，搭载最新的微透镜技术，加上光魂机械调教，轻松实现1000尼特以上的峰值亮度。三、极其出色的亮度、色度、均匀度和可视角度。四、400赫兹顶级 OLED 刷新率，配合实际 0.3毫秒的微秒响应，运动轻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1.6毫秒，加上特别为用户开发的25英寸模式 ，FPS 游戏体验非常出色。五、像素排列由 RWBG 更改为了 RGWB， 从改善 Windows 下的字体显示效果。六、内部恐怖堆料。拥有锐意顶级芯片、SMOS 散热贴片、一体氧化铝板等多重散热措施。接着我们来说缺点：一、OLED 独特的 A 标机制，在大面积白场切换下，观感亮度会有波动。二、尽管优化了像素排列，但显示黄色依然会有彩边的现象。同时，超低亮度下会有灰阶压缩的情况，画面会出现噪点。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光魂27 XEQ 的全部的测试报。如果大家对我们视频感兴趣，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们频道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